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进入第二天，前总统奥巴马夫妇的出现成为亮点，但哈里斯却已经离开芝加哥现场，前往威斯康辛州的大型体育馆举行竞选集会。这里恰好是1个月前特朗普接受共和党大会提名的地方。当天，哈里斯以视频连线的方式亮相民主党大会，来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，让外界略感意外。 但他的吸金能力让特朗普倍感压力。短短1个月，他已经筹集了约5亿美元。They just completed their roll call, and they have nominated Coach Walz and me to be the next Vice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. 按照日程，哈里斯将在当地时间22号，也就是民主党大会的最后一天发表演说，并正式接受提名。 民主党大会第2天的主要议程是唱票仪式，全美国57个民主党代表团象征性地表达自身立场，宣布各州对哈里斯的支持票数。大会现场还配合娱乐明星的演出，而最受关注的明星则是前总统奥巴马夫妇。前第一夫人米歇尔·奥巴马在演讲中猛烈攻击了哈里斯的竞争对手特朗普。His limited, narrow view of the world made him feel threatened by the existence of 2 hard-working, highly educated, successful people who happen to be black. Who's going to tell him that the job he's currently seeking might just be one of those black jobs? 此前，特朗普曾将低技能工作称作黑人工作，引发争议。米歇尔作为非洲裔美国人的代表，他直言不讳地表达政治立场，也被认为是极为罕见的。随后，奥巴马也跑上台，将攻击特朗普的火力又增加了1成。We do not need 4 more years of bluster and bumbling and chaos. We have seen that movie before, and we all know that the sequel is usually worse. 分析认为，奥巴马夫妇虽然早已卸下公职，但明星效应仍然很强。此前还有民调显示，如果拜登尚未放弃竞选连任时，把当时的副手人选哈里斯换为米歇尔，会有更多支持者出来投票。 哈里斯自从确认接棒参选后，势头不断上升，特别是他惊人的吸金能力引发外界高度关注。最新消息指，哈里斯宣布参选以来，竞选团队已经筹集了约5亿美元。此前，拜登的竞选委员会在2020年整个选举周期筹集了10.4亿美元，而哈里斯宣布接替拜登参选到现在仅过去了4周时间。 分析认为，女性的贡献极大。哈里斯的竞选团队称，在7月募集到的3.1亿美元资金中，有60%来自女性。哈里斯还拥有一众备受瞩目的女性支持者，其中不乏梅琳达·盖茨、乔布斯遗孀劳伦·乔布斯、碧昂斯等重量级人物。 在民调方面，哈里斯也在多个关键摇摆州暂时保持领先。从7月24号到8月14号，哈里斯的全国平均民调一直领先于特朗普，且领先优势呈扩大趋势。但民主党及哈里斯本人多次对支持者表示，不要松懈，不要自满。 民主党内也有一些人具有危机意识。党内最大政治行动委员会未来前进主席昌西·麦克莱恩说，哈里斯并没有完全重获黑人、西班牙裔和年轻选民的支持，而这些人是将拜登送入白宫的主力军。此外，麦克莱恩还提醒公众，希望哈里斯提出更加详细的政策立场。 就在不久前，哈里斯提出了他的经济纲领，被称为哈里斯经济学，被认为是聚焦美国民众生活的平民经济学。近日有消息爆出，如果哈里斯当选，将提名美国证监会主席根斯勒替代耶伦出任美国财政部长。根斯勒有“加密货币敌人”的称号，此前他曾多次参与立法加大对加密货币的监管。 此消息也引发币圈震荡。其实，现任财长耶伦也认为比特币效率极低，投机性很强，并曾承诺要制定一个有效的监管框架，但出于各种原因，并没有出手。反观特朗普，他对待加密货币的态度截然不同，受到了币圈大佬们的广泛欢迎。受7月13号特朗普遇袭后支持率上升的影响，比特币从约5.75万美元大涨至6.86万美元。
外界注意到，现在的特朗普似乎因为哈里斯选情不错，又占据了媒体不少版面，倍感焦虑。连日来多次举行公开造势活动，并且发表了不少吸睛言论。特朗普日前和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互动频繁，19号还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邀请马斯克在其政府内任职的想法。随后，马斯克也给出了积极回应，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附上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，表示自己可以在政府效率部任职。巧合的是，这个虚拟的政府部门英文缩写恰好是 DOGE， 被认为指代加密货币狗狗币。马斯克这一番与特朗普的最新互动后，狗狗币涨幅突破5%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关税议题上，哈里斯和特朗普也针锋相对。他曾抨击特朗普提议征收的进口关税，相当于对美国从别国进口的日常用品征收特朗普税，将加重美国人生活负担，摧毁美国人。特朗普方面则继续表示，如果再次当选，将推动名为《特朗普互惠贸易法》的立法，寻求对竞争对手和盟友征收关税。特朗普还直接回呛了哈里斯。She's wrong.It's a tax on a foreign producer. It's a tax on a foreign country, and I proved that better than anybody. 此外，特朗普近期还明确表示，将考虑取消购买电动汽车的$7500税收减免政策，并提高对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。特朗普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言论释放后，引发美国企业的高度担忧。当前，不少企业开始提前囤货，并暂停扩张计划。美国无党派智库机构税务基金会研究显示，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和2019年共对价值$3800亿的商品征收关税，相当于向美国消费者征收了价值约$800亿的税。不过，该组织同时指出，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时代的大部分关税。外界认为，哈里斯接棒比较临时，大概率会沿用拜登时期的经济团队以及大部分经济政策。因此，在关税问题上，虽然哈里斯近期有不少反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，但并不能够寄希望于他会大范围取消关税。民主党全代会热闹非凡，克林顿、奥巴马、拜登3任总统加持哈里斯，还有共和党名人转挺哈里斯，这是否意味着哈里斯能稳赢大选呢？主持人好，民主党哈里斯的出场的确改变着美国大选的行情。过去特朗普对拜登抠的屎盆子，现在翻过来抠到自己身上了。民意调查也在反转，支持哈里斯的选民要多于特朗普。特别是在关键摇摆州，最新的民调显示，哈里斯在全国范围内领先特朗普1.4个百分点。在7个摇摆州中，哈里斯已经在4个州取得了领先优势。在竞选经费募集上，哈里斯也占上风。7月份得到的竞选经费比特朗普超过1倍。接棒拜登以后打出的竞选广告所花的钱是特朗普的10倍。哈里斯的年轻、有色人种和女性标签的确给民主党人和美国选民带来了希望。特朗普不仅显得老气横秋，而且说话不到位，总想给哈里斯贴标签，比如激进左翼分子，而不去进行政策辩论，都让共和党人着急。正在举行的民主党全大会更是推高了哈里斯的人气，就像你所说的，3任总统上台加持，而且还有共和党名人倒戈，超过25位知名的共和党人支持哈里斯。特朗普当总统时的新闻秘书干脆上台发言，抨击老东家，这是很少见的。要是明天投票选举，毫无疑问，哈里斯的胜算几率很高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民主党的全大会结束以后，哈里斯获得正式提名，他的蜜月期也就结束了，需要面对真正的大选挑战，需要和特朗普比拼谁的执政政策更加符合选民的诉求。这次大选有3个关键部分：一是经济问题，2是移民问题，3是堕胎问题。一次又一次的民调显示，许多美国人认为生活成本是他们在大选中最关心的问题。而哈里斯在通货膨胀率飙升至40年来的最高水平时担任着副总统，能不能在降低美国家庭的成本上提出比特朗普更可实操的政策，是他能否当选的关键。从目前看他的经济政策包括减税、降物价以及建立平价住宅，听起来很诱人，好像也是似曾相识，但是很难实施。包括民主党的人都发出警告，这必将失败。所以说现在还看不出哈里斯稳赢，只能说是和特朗普紧紧的死咬，
旗鼓相当，不分胜负。美国媒体说，鉴于特朗普当选可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，一些美国企业正在囤货、推迟投资和扩张计划。您对此怎么看呢？全球经济呢是一体化的，像中国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是可以想象的。中国经济下行会连带世界经济下行，包括把美国企业向下拉。而特朗普和拜登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，已经证明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的全是负面作用。美国好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出面说，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全部被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负担了。当然呢，对中国经济的打压也是可见的。特朗普现在的经济主张比以前是变本加厉，声称呢要提高60%的关税，当然让美国企业后怕。有些美国企业甚至说，这呢是件很恐怖的事。其实呀，即便是民主党哈里斯，虽然在关税上没有政策主张，还批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给美国人增加消费税，但是估计呢，无论谁当选，大概都会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，都会把关税泛政治化。所以呢，美国的企业开始加紧囤货，在关税没有增加前呢，囤积来自中国的零部件和产品。由于中国具有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，与中国有贸易关联的美国企业就不敢扩大投资，实施扩张计划，这呢会反噬美国经济。我认为呢，即便特朗普上台，中美贸易战会激化，但是中美经济脱钩呢还是不太可能的。大致的心情和现在差不多。美国呢会在高新技术产品上对华进口产品增加关税，但是呢在日用品上还是不会太极端，不然呢这美国社会就不好运行了。现在呢，美国企业的做法是为了躲避风险，是一种应急行为。当然呢，中国的企业也要有所准备，准备迎接疾风暴雨。因为啊，无论谁上台，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，并不是出于经济考虑，而是把关税当作地缘政治武器来遏制中国。